大家好，我是 Younger，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我们聊一个超级颠覆认知的话题。全球基建排名第一的国家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而是新加坡。这个只有724平方公里，比深圳还小的岛国，却在全球各大基建排名中频频登顶。比如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排名亚洲第一，全球前5。牛津经济研究院给出城市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第1名。连全球咨询巨头 Kearney 都在报告中称它为全球城市硬建效率天花板。为什么？因为新加坡不是修得多，而是修得精准狠。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新加坡是如何把建国这件事直接升级成了建制，还有我们能不能学得来。我们先看几个你可能听过但没真正意识到多厉害的基建案例。先来看地铁方面，新加坡 MRT 地铁网络平均可靠度达到120万列公里无故障，这个数字是美国纽约地铁的40倍以上，而且地铁覆盖率达到 80% 以上，居民在500米内有站点。2024年最新通车的汤森到东海岸线全程自动驾驶，而且和机场 CBD 新加坡港连成一体，效率高得离谱。从机场方面来看，樟宜机场连续13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但真正的硬核是 T5 项目，一旦落成，每年可处理5000万人次，约等于现在整个樟宜1到4号航站楼的总容量。T5 将直接接入地铁、高速路，海内建空铁系统，旅客从下飞机到出机场最快只需15分钟。再看排水与城市抗洪系统，新加坡年降雨量高达2400毫米，是伦敦的2倍，但几乎从不内涝。原因是它有地下排洪通道 Deep Tunnel Sewerage System， 包括长达48公里的深隧系统，能将污水和雨水分流远程输送，再集中处理成新生水，用作工业和饮用用途。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新加坡的基础设施从来不是为了方便，而是为了生存和竞争力。新加坡的厉害不只是建什么，而是怎么建，谁来建，建给谁用。第一，超前30年战略规划。你知道吗？新加坡所有大型交通、住房、能源项目都得符合2030年陆路交通总体规划、2040年永续发展蓝图等国家级战略。每修一条路，每造一个站，早在20年前就已写进总图，不是随便画图，而是经过人口、产业、交通3网重叠模拟。第二，政府全链条主导，不像很多国家是政策定了，工程外包，新加坡是政策、资金、设计、执行全部由国家主导，政策不会换届就改，标准统一，审批极快。第三，以国为本的配置逻辑。举个例子，滨海湾金沙，很多人以为它是商业项目，但它的选址、建筑高度、交通引导、光污染管理全由政府规划，目的不是盈利，而是让滨海湾成为国家门面、旅游地标、会展中心3位一体的国家资产。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新加坡模式的4个关键词：超前规划、统一执行、资源整合、国家意志。新加坡基建的最大特征不是自由市场博弈，而是国家公司打法。比如说，建屋发展局负责 80% 以上居民住房，不是开发商，而是国家房屋总设计师。全国所有地铁、公交、智慧交通统一归陆路交通管理局管，甚至包括未来无人巴士、自动调度系统。从工业园区、物流枢纽到生物医药中心，都是玉郎集团在开发，它运营，它管理。而像凯德、Ascendas、盛港发展虽是企业，但母公司全是淡马锡或政府投资机构持股。这意味着基建不是哪家公司标到就谁修，而是由国家系统化调配资源，以战时思维做和平工程。你要修一个项目，不只是成本最低就行，还得问问这能不能服务国家未来布局，会不会影响住宅风向，对排水系统有没有负担。这不是工程，这是治理系统里的基因级操作。很多国家来新加坡考察都想复制这套体系，
但复制的人多，学成的人少。原因是什么？第一，土地制度不同，新加坡所有土地几乎都归国家，城市规划是统一布置，私人开发只是执行者，不是决策者。而在大多数国家，土地是私有，规划谈何统一？第二，政策一以贯之，你很难想象20年前提出的绿色走廊网络，今天还在继续推行，而且几乎照着原版落地。而换届不换规划的背后，是超高信任度的行政体系。第三，全民参与治理。新加坡居民早就习惯先忍后想政策逻辑，建地铁忍10年施工，填海忍5年噪音，但换来的是房价、交通、就业全线利好。所以说，新加坡模式表面是基建，底层是制度加民意协同系统。别以为新加坡是独乐乐，实际上是全球最被偷师的城市。中国苏州工业园由中新政府合作开发，直接照搬新加坡规划加治理加招商一体化流程，至今仍是中国最成功的合作示范区。天津生态城，新加坡团队帮中国打造零碳社区，提供从水循环、交通、能源到社区治理的整体输出。越南新南城计划，印度安德拉邦新首都，阿布扎比智慧城，全都有新加坡政府顾问团深度参与。甚至连一些非洲国家也在学习新加坡的水管理系统，比如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就用新加坡技术在做垃圾处理与城市交通平台。换句话说，新加坡不只修城市，它已经在出口国家能力。说到这，你是不是已经明白了？新加坡能拿下全球基建第一，不是因为它有多富地多大，而是因为它从第一天开始就把基建当成国家运营的一部分。不是城市修得漂亮，而是国家有运行系统；不是钱花得多，而是每一分都花在系统升级上。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怎么看新加坡模式？你觉得这种精算级国家运营是亚洲奇迹还是发展规律？喜欢这类深度内容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分享给你身边关心城市、国家治理的朋友。最重要的，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会继续讲解亚洲城市奇迹背后的制度引擎，